你有没有想过，人类的探测器已经飞遍了太阳系，火星上现在还有探测车正在移动。人类曾把探针扔进土星云层，也曾在距离冥王星不到 1.3万公里的位置拍下它的照片。跨越几十亿公里的太空，如今似乎已经开始变得习以为常。可有一个方向，人类却几乎从没真正去过，而且按理说它本该是最容易抵达的地方，结果却偏偏成了最难到达的方向之一，那就是垂直离开太阳系。不是飞向火星，也不是飞向木星，而是直接朝着太阳系平面的正上方或者正下方飞出去。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只要让火箭朝上飞不就行了？可问题是，物理学根本不允许你这么轻松做到。而接下来你会看到，为什么垂直逃离太阳系甚至比飞到冥王星还困难。你也会知道，如果未来真有探测器完成这趟旅程，它究竟会在太阳系上方看到什么。甚至科学家现在还在考虑一种极其诡异的方案，让探测器先冲向太阳，再借助太阳引力把自己甩出太阳系。想理解为什么垂直逃离这么困难，你得先明白，其实现在的你已经拥有一个非常恐怖的速度了。此时此刻，地球正在以大约每秒30公里的速度绕太阳运行，也就是时速超过10万公里。这不是夸张，你脚下整颗地球每一秒都在以30公里的速度横着冲向前方，而所有从地球发射的火箭也会自动继承这个速度。无论是 NASA 还是 SpaceX， 他们发射的探测器其实都不是静止起步，他们一离开地球就已经拥有每秒30公里的横向速度。通常来说，这是件好事儿，比如飞往火星时，这种免费速度能帮上大忙。我们只需要稍微调整方向，再增加几公里每秒的速度，就能飞向另一颗行星。可问题在于，如果你想向上飞呢？不是飞向火星、木星，而是直接脱离整个太阳系平面。这时候，原本帮助我们的横向速度反而会变成敌人，因为你想真正垂直向上，就必须先抵消掉那每秒30公里的横向运动，之后你还得重新获得新的速度，才能继续向上爬升，而这需要的能量极其恐怖。科学家会用一个叫 Delta V 的概念来计算这种难度，也就是飞船需要额外提供多少速度变化。从地球轨道飞往火星，大约只需要4公里每秒的 Delta V， 可如果想直接垂直飞出黄道面，你需要抵消整整30公里每秒，几乎是飞往火星的10倍。这就是太阳系的轨道牢笼。地球绕太阳运动时，免费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上的速度，可同时也等于把我们锁在了太阳系平面里。我们很容易沿着太阳系平面飞向其他行星，却很难真正离开这个平面，因为那意味着你必须一次性对抗46亿年来积累下来的轨道动量，而这也是天体动力学里最反直觉的事实之一。飞往几十亿公里外的冥王星消耗的能量，甚至比飞到距离太阳北极几百万公里的位置还少。也正因为垂直逃离太阳系太过困难，几乎没有探测器真正完成过这件事，所以直到今天，太阳正上方和正下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人类依然知之甚少。我们已经拥有火星高清地图，能近距离拍到冥王星、小行星、彗星、土星光环以及木星、卫星。可太阳两极，这个离地球最近、恒星最关键的位置，人类却几乎没真正看清过。而这件事儿比很多人想象中更重要，因为太阳最剧烈、最危险的活动，很多都发生在两极区域。最快的太阳风就来自那里。太阳磁场每11年一次的大翻转，其实就是从太阳两极开始的。整个太阳系的太空天气环境也都受到太阳赤道上下区域的影响。可问题是，过去的人类几乎一直都只能从侧面观察太阳，这就像你想研究一整颗星球的天气，却永远只能站在赤道上观察。真正从上方看太阳的任务，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2次。第一次是1990年 NASA 和欧洲航天局联合发射的尤利西斯号。为了飞出黄道面，这艘探测器走了一条极其疯狂的路线。它先一路飞向木星，然后利用木星巨大的引力，像弹弓一样把自己的轨道硬生生甩出了太阳系平面。最终，它以接近80度的倾角重新朝太阳飞回去。而这次任务成功了。尤利西斯号第一次直接测量到了从太阳两极日冕洞喷射出的高速太阳风。但问题在于，这艘探测器使用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设备，它根本没有能力真正拍摄太阳两极。所以人类虽然第一次测到了那里，却依然没有真正看见那里。第二次任务则正在进行。
那就是欧洲航天局2020年发射的太阳轨道器。这些年，它一直在利用金星引力，慢慢把自己的轨道一点点抬高，直到2025年3月，太阳轨道器终于传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太阳南极照片，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而画面里的太阳两极和人类平时看到的太阳完全不一样，那里到处都是混乱扭曲的磁场结构，根本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平静发光球体。仔细想想，直到去年，人类和机器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太阳顶部和底部到底长什么样。而这颗离地球最近、最明亮，也是最重要的恒星，它的两极，人类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拍摄。而垂直逃离太阳系之所以重要，还有第二个原因，因为直到今天，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整个太阳系从外面看到底长什么样。在太阳周围存在一个巨大的太阳圈，它像一个包裹太阳系的巨大气泡，太阳风会不断向外扩张，并抵抗来自星际空间的物质，而这个气泡内部就是所有行星、彗星以及人类所有探测器活动的区域。至于外面，则是真正的银河系深空，那里充满宇宙射线和星际粒子。而太阳圈其实一直在帮我们抵挡这些危险。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以为太阳圈的形状像一颗彗星，前方圆鼓鼓的，后面则拖着一条很长很长的尾巴。因为太阳系在银河中运动时会和星际介质发生碰撞，于是长尾彗星型太阳圈就成了很多教科书里的标准模型。可到了2020年，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利用 NASA 的新数据建立模型后发现，太阳圈可能根本不是彗星型，新的模型更像一个被压扁的牛角面包，中间鼓起，两侧喷出短小的喷流，而且根本没有那条长尾巴。可问题是，我们到现在依然无法真正确定，因为人类从来没有从外面真正看过太阳圈，也从没让探测器飞到足够高的太阳系上方，从俯视角度观察整个结构。旅行者号虽然已经飞出了太阳圈，但它依然是沿着太阳系平面横着飞出去的。数据有用，但远远不够。如果人类真想知道我们的太阳系在银河中究竟长什么样，那就必须有一艘探测器真正飞到太阳系上方，然后低头重新看向整个太阳系。 NASA 现在有一项任务叫做 IMAP， 也就是星际介质加速探测器，它的目标是从太阳系内部重新绘制太阳圈结构。可问题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探测器真正抵达过那个角度。我们明明生活在太阳圈里面，却甚至不知道它真实长什么样。那人类到底该怎么解决垂直逃离太阳系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和你想的完全不同，因为你根本不能只靠造更大的火箭解决。想抵消地球本身巨大的轨道速度所需要的能量实在太夸张了，任何正常规模的燃料都很难做到。于是科学家开始考虑一种极其反直觉的方法，甚至这个方案已经开始从理论阶段慢慢走向真正任务设计。它叫太阳奥伯特机动，而它的逻辑几乎和普通人想象的完全相反。正常人会觉得飞船想逃离太阳系应该拼命往外冲，可这个方案却恰恰相反。它先让飞船主动朝太阳坠落，飞船会不断向太阳下坠，在太阳引力作用下疯狂加速。等它抵达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时，速度甚至可能超过每秒100公里，然后就在最危险的那一瞬间点火。原因来自1929年德国科学家奥伯特提出的一个原理，火箭在高速状态下点火会比低速状态下获得更大的轨道能量增幅。同样一份燃料在太阳附近使用，效果会远远超过在普通太空中使用，因为那里是整个太阳系最深的引力井。所以飞船越接近太阳，同样一次加速就越转。于是原本从地球带来的燃料会在太阳附近被转化成极其夸张的动能。完成点火之后，飞船就会获得一个极端高速，并最终真正脱离太阳系平面，朝太阳两极方向冲出去。换句话说，这场坠向太阳的过程本身反而成了起飞跑道。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在考虑另一种方案，太阳帆。一些任务概念，比如普罗推斯太阳极区成像计划以及高倾角太阳任务，都打算利用巨大太阳帆来慢慢改变轨道。它们不需要传统推进器，而是利用阳光本身的压力推动飞船。巨大的金属薄膜会像风帆一样被太阳光缓慢推动。虽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但它几乎不消耗燃料，而且时间越久，轨道倾角就能被推得越高。于是现在
科学家开始考虑把两种方案结合，先利用太阳帆一点点靠近太阳，然后在近日点执行奥伯特机动，最后再继续借助太阳帆把探测器一路送向太阳系上方。很多天体动力学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看清太阳两极的机会。那如果未来真有探测器飞到太阳正上方，它会看到什么？首先，整个视角都会发生变化，因为太阳系平面其实非常脏，地球和其他行星一直都在一片巨大尘埃云中穿行。这些尘埃来自几十亿年来彗星碎裂、小行星碰撞以及整个太阳系长期磨损产生的残骸。其实你用肉眼都能看到它们。在特别黑的夜晚，日落后或者日出前，天空里有时会出现一道淡淡的金字塔形微光，那东西叫黄道光，它其实就是太阳光照在太阳系尘埃上的反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是整个太阳系平面本身在发光。而如果一艘探测器真正飞到黄道面上方，几个月后，它就会慢慢生出这片尘埃层，那里的视野会干净得多，更少的散射光，更少背景雾化。对于望远镜来说，这几乎是最理想的位置之一，因为很多在太阳系内部会被尘埃干扰的微弱信号，在那里都能被更清晰地看见。比如寻找其他恒星周围的生命迹象，又或者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甚至从外面重新观察银河系结构。除此之外，太阳附近的环境本身也会完全不同。在太阳赤道附近，太阳风速度大约只有每秒400公里，而且非常混乱。可到了太阳两极，情况会彻底改变，那里会喷射出速度高达每秒700到800公里的高速太阳风，它们像一条平稳而持续的粒子洪流，不断向外吹出。如果未来真的有探测器飞到黄道面上方，那它看到的太阳系将会完全不一样。从那个角度看过去，整个太阳系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圆盘，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排列成一个扁平的环状结构，而黄道尘埃则像一层薄雾一样漂浮在整个平面上，更外围还包裹着那个真正形状为之的太阳圈。人类将第一次真正俯视自己的家园，就像人类第一次从太空低头看向地球那样。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类，也没有任何一台机器人真正拍到过这幅画面，而我们至今仍困在太阳系内部，仰望着自己的家园。